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，我是 Eric。一次训练课的计划包含了几个主要的元素：训练部位、训练目的、强度、休息时间、组数、个数以及重量。但是我们经常听到挂在别人嘴边的一个词就是容量。容量的确是一个不太经常会出现在新手村的词汇，因为它需要涉及到一点点训练的经验和对自我训练水平的理解。不过，如果你看了这期视频，了解了更多关于容量的知识，相信会对你后面进行增肌训练更有帮助。那么容量是什么？容量不同于之前我讲到过的强度或者是 RM， 它并不是一个相对概念，而是一个绝对数值。容量等于一段时间内我们所举起的重量总和，即为重量乘以个数再乘以组数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我今天做15组胸部训练，每组10个，平均重量为100公斤的话，那么容量就等于100乘以10再乘以15，一共15吨。当然，如果是同样的容量，也可以有不同的达成办法。比如说做10组，每组30个，重量为50千克，那么容量同样为15吨。所以看到这儿，我们大致可以将容量理解为一个客观定义训练总量的方法。我们知道了容量的定义，那么它对我们的训练究竟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？根据目前的研究，训练容量和增肌之间的确是存在某种关系的。我们来看这篇2017年的研究，研究人员对过往15项相关文献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。数据普遍倾向于采用较高容量的抗阻力训练的个体，比采用较低容量的抗阻力训练的个体能实现更高程度的肌肉增长。再深入一点看，对于单个肌肉，每周完成5到9组会比只完成5组以下效果更好，而完成10组以上效果最佳。这里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，该项研究将组数等同于容量，主要是基于训练强度、个数以及重量都十分接近的情况下做出的简化。此外，我们这个热身组并不计入在内。通过以上的研究内容，我们基本上能确定的一点则是，训练容量和肌肥大效果存在正相关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容量越大，增肌效果越好。但是，这个收益会因为容量的无限增大而被无限放大吗？我也想啊，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。试想一下，每周完成200组，每组10次的150公斤的深蹲，你就想干掉康神？你觉得可能吗？非但不会，还有可能在中途就……所以刚才的结论，我们应该再加上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在一定范围内，容量和肌肥大的效果呈正相关的关系。而一旦超过了这个范围，就会陷入过度训练，导致训练水平的下降和皮质醇水平的升高。但是至于这个范围是多少，现在学术界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，因为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测试很难对众多变量进行有效的控制。不过根据周围有相同训练水平的朋友以及我个人这些年的经验来看，对于同一个部位，一周20到30组左右的容量是一个可接受的上限。比如说胸部训练，一共6个动作，每个动作4个正式组，一共24组。当然，这个并不是绝对的，每个人的基因、训练水平、营养睡眠、精神状态都不尽相同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。那么对于新手，也需要练这么多吗？大可不必。2个原因，首先，新手的肌肉、韧带和肌腱强度还未达到能完成高容量训练的基本要求，肌耐力和体能储备也无法满足长时间同一个部位的持续做工。其二，对于训练水平较低的人群来讲，只要给到肌肉些许的机械张力的刺激，就能产生较强的适应性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较低的训练量就能带来较高的成长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新手福利。所以对于一个部位来说，新手一周完成5到10组容量的训练，只要强度合适就完全足够。而对于较高水平的训练者来讲，自然是在不触及过度训练临界点的情况下完成更高的组数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通常会控制在30组以内。对于不同的部位，容量是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的。诸如臀、腿、胸、背这些大肌群，往往可以承受更高的训练容量，所以安排较多的组数和动作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相反呢，如果是2头、3头、三角肌后束这些小部位，就并不需要采用非常高的容量对其进行压榨，因为当我们在练习大肌群的过程中，这些部位已经有非常高的参与度了。比如说练习卧推的时候，肱三头肌和三角肌前束作为协同肌肉已经得到了训练，那么后面单独进行肱三头肌的孤立训练的时候，就可以适当的减少组数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今天主要训练胸部，一共安排了16组胸部训练动作，那么胸部训练完之后，再安排4到8组肱三头肌的训练即可。在之前我有讲到过增肌和 RM 的关系，换句话说就是和训练强度的关系。中等偏上的强度对于增肌是有积极作用的，但是强度和我们今天讲的容量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牵制的。就比如说，当你完成较高强度的训练时，重量虽然大，但是容量却下降了。
因为你很难在如此大的重量下完成较高的次数和组数。反之，当你能完成较高容量的训练时，那势必用到的重量和强度并不是非常困难的。既然这二者之间相互掣肘，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取舍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拆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以前胸部肌群是1周1练，那么现在可以改成1周2练，将原先的比如说24组动作拆分为2次12组分别来完成，这样我们1周胸肌训练的总容量还是不变的。你说的不对啊，我经常看到国外的大佬一个部位一搞就是几十组，这个容量我应该也可以吧。的确，你看到确实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用着超高的容量在进行训练，日复一日，而且肉量惊人，什么过度训练、疲劳、肌肉分解不存在的。但在这背后，是你永远无法在自然状态下达到的超高的恢复能力和激素水平，这些都需要各种外源来进行支撑。如果你的职业规划并不是走上职业健美这条路，我建议三思后行，因为凡事总是有代价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主要内容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这里是艾瑞凯的电台，喜欢我内容的朋友麻烦点一下赞，不想错过每期内容的朋友可以戳一下下方关注。我是艾瑞，咱们下期见。